Hi everyone，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今年年初的时候，主演《新世纪福尔摩斯》的英国演员班奈迪克·康伯拜区遭遇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乌龙事情。由于其家族祖先曾经在巴贝多经营甘蔗奴隶种植园，如今巴巴多斯正向他们一样这些富有的奴隶主后代寻求赔偿。之后，巴贝多相关官员亲自辟谣此事，称他的话被英媒断章取义和编造。加勒比国家确实曾向一些西方政府或公司提出过索赔要求，但并不涉及个人或家族。虽然事后证明这件事情确实是个乌龙，但班奈迪克·康伯拜区再次被重上热搜，引起大家的围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名字非常拗口，曾因太丑被拒演，却仅用20分钟就红遍全球演员的故事。班奈迪克·康伯拜区1976年7月19号出生在伦敦。说起班奈，不得不提他这个无比拗口的名字。第64届年度艾美奖播出时，主持人吉米戏称这是一个极其傻帽的名字。之后他还带着一个摄制组到好莱坞大道问康伯拜区是个什么东西。后来班奈也加入了这场吐槽游戏，他形容自己长得拗口的名字像泡澡时放了一个屁。实际上这个姓氏并不简单，班奈的家族身份高贵，是个不折不扣的贵族后裔，早在18和19世纪就是上流社会的领军人物，以经商和冒险活动闻名。他爷爷曾任英国驻土耳其使馆大使，位居高官，爷爷也是海军少校，在1战和2战期间都负责舰艇指挥，一呼百应。他的父母也都是英国享有盛名的演员，他还有王室血统，可以追溯到英国国王爱德华3世和金雀花王朝末代君主理查3世。在班奈出生5天后，每日镜报就对其进行了报道。班奈8岁就开始上寄宿学校，中学就读于出过8位首相的哈罗公学。从小班奈就精力旺盛，十分调皮。他的一则学校报告中这样写道：这学期康伯巴奇稍微克制了一点，但他必须尝试着少些吵闹，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希望他能再安静一些。母亲对儿子的评价更为一针见血，他一直是一个嗓门响亮的大话痨。我们在演戏的时候，他坐在第一排又叫又跳。后来班奈成年，话痨的属性却一直没变。很多个采访过班奈的记者都不约而同地形容班奈说起话来像打了鸡血。2005年，班奈在南非取景遭到绑架，他一直和绑匪聊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毫发无损。从哈罗公学毕业后，班奈没有立即上大学，而是休学1年出去体验生活，先后来过印度和尼泊尔，学会了冥想。后来他在演奇异博士时，就让冥想成为了奇异博士修炼的必备技能。受父母的影响，班奈从小对表演情有独钟，10岁起就在学校表演的舞台剧《半个便士》中反串女主，15岁就对自己的演艺事业有了清晰的认知，开始有意识地挑战不同的角色。英国有深厚的剧场传统，莎士比亚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英国演员的表演，莎剧是美国英国演员的必修课，班奈也不意外。他毅然放弃父母的安排，转去曼彻斯特大学修读戏剧，然后是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的古典表演专业硕士。毕业后在话剧社演话剧，一演就是10年。多年的话剧耕耘让他的演技提升得飞快。1999年，班奈完成了在伦敦音乐戏剧学院的学业，并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事与愿违，整整6个月他没接到一个角色。实际上，截至2003年之前，他拿到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如果不去认真分辨，你几乎感受不到他饰演那个角色的存在感。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在餐馆打工。2004年，在打过无数酱油之后，班奈首次正式充当主角，就是扮演伟大的科学家，智商高达160的史蒂芬·霍金。霍金传聚焦霍金确诊肌肉萎缩性厕所硬化症4年之后的时期，那时候他正在经历身体上的痛苦变化，这种变化是有过程的。班奈在专门治疗这种病症的康复中心里请教了几位病人，试着将病发的严重程度分成了几个阶段，才能演得尤为逼真。与此同时，他要向霍金当时的助理请教片中相关的物理知识，以确保他说出的台词都是自信自如的。
基本上演一个角色，他就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成为某个角色，而不只是扮演某个角色。凭霍金的故事，班奈一举获得2项最佳男主的提名，霍金的家人给予了十分肯定的评价。成功演绎霍金是他演员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提名英国当地的各种奖项之后，他有资本继续当主角，为自己的履历积累更多作品。2006年，奇异的恩典，班奈再次扮演具有传奇色彩的名人，这次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威廉皮特。就算不了解他的事迹，能当上首相就知道这也是一个头脑不简单的角色。班奈的表演也再一次获得了肯定。然后就是让他彻底大红大紫的剧集《新世纪福尔摩斯》。自2010年播出以来，这部英剧打破各种收视记录，横扫各大电视类大奖。一个一头卷发、敏锐冷静、能使剑能格斗又精通小提琴，却有着社交障碍的现代版福尔摩斯，迅速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史上最佳福尔摩斯。得益于新世纪福尔摩斯的大热，他在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票选中，力压刚刚斩获格莱美的 Lady Gaga 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排名世界第7位。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在新世纪福尔摩斯第1季开播的时候，他还被 BBC 吐槽长得太丑，甚至在选角时 BBC 一开始拒绝了他的选角。但20分钟播完之后，他的名字火遍全球，就登上了油管的热搜，可以说是一夜爆红。这个靠20分钟火遍全球的男人，因为这部剧成为了全世界最火的长脸男演员。随着新世纪福尔摩斯的火爆，好莱坞向班奈伸来了橄榄枝。班奈一下子就接了2部奥斯卡热门电影，一部是众星云集的《谍影行动》，演特工头目，斯皮尔伯格随即发来邀约，4年巨制战马中就出现了他的身影。2013年，他开始参演商业大片《哈比人3部曲》，他为巨龙、石宇格和死灵法师进行配音，以及亲自上阵完成动作捕捉，幕后的演技满分。暗黑无界应该是他第一次演反派，连反派都是那种高智商的角色。与此同时，他参演的《自由之心》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证明了他是一个可以商业片、文艺片双修的演员。相信一直都有观看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的朋友，肯定对奇异博士并不陌生了。2016年，班奈主演的奇异博士上映，白色鬓角、穿着红色斗篷的奇异博士史蒂芬·斯特兰奇给了人们强烈的视觉冲击，还有华丽的特效、新奇的设定、漫威超级英雄系列 IP 的加成。在复仇者联盟的第3和第4部里，奇异博士更是扮演了相当关键的一个角色。他观看过1400万种以上的可能性，最终选择了有机会赢的那一种。如果没有他，鹿死谁手还真的不好说。最后，他对钢铁人比划的那个1成为了全片的经典镜头之一。但其实这是班内自己的即兴发挥，预示着结局。在好莱坞取得巨大成功后，他并没有放弃在电视剧以及舞台剧上的耕耘。新世纪福尔摩斯自然是要继续拍的。2018年，他监制并主演高分迷你剧《梅尔罗斯》又获得成功，而且他还没有停止过在舞台剧上面的演出。2011年的《科学怪人》就是他的舞台剧代表作。2013年英国国家剧院50周年庆典，2015王子复仇记，2016莎士比亚现场等等，都能看到来自他的现场演出。新世纪福尔摩斯给班奈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人气。剧集播出1周后，班奈的私生活就成了各个小报的头条，他的同款大衣卖到脱销。2012年，英国太阳报发起了一个票选全球最性感男人的活动，班奈以7115张选票超越贝克汉姆登顶，但是班奈自己始终对这样殊荣感到疑惑，攻击他的声音从未断过，说他是一个长着马脸的丑男。班奈于是解锁了新大陆，开始热衷于寻找自己和各种动物的相似之处，例如水獭，甚至传说级的威尼斯水怪版，以及莫可名状妩媚少女版。在自黑上，班奈一直永争第一，成名带给了他很大的困扰。在很长时间内，班奈都没有当明星的觉悟。他在表演话剧时，经常看到粉丝等在后台门口看他，他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总是喜欢聚焦表演之外的东西？班奈也不得不接受被误解、被偷拍、被跟踪成为自己的日常，很多力所能及的行为也受到了限制。他颇有些无奈地说，大家了解的名人只会从有司机驾驶的车里走向红地毯，并且基本上有人替我们擦屁股。虽然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班奈一般都饰演一些很厉害的角色，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连社交平台都没有注册使用的怪人。不仅如此，戏内戏外的他可谓是具有极大的反差，有时候他做出来的鬼脸总是让人忍俊不禁，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行走的表情包制造机。不过别看他这副样子，其实他也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参与并赞助了许多公益活动。班奈可是被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的演员之一，用以表彰他在演艺事业和慈善领域的贡献。有人曾经在网络上形容班奈是一个顶着蠢货名字的白痴演员，傻缺长脸的班奈迪克·康伯拜区，这一直让班奈本人耿耿于怀。不过要换上一个词语形容他更准确，一个顶着蠢货名字的天才演员，傻缺长脸的班奈迪克·康伯拜区。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